公公和婆婆不同意我剖腹产，抢救无效，我和孩子一尸两命。后来我重生了，没想到前世一向孝顺婆婆的老公，这一世竟然不再管婆婆的死活。老公说要他们血债血偿，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。重生了！我一脸懵地望着眼前熟悉的场景，感受着身体传来的剧痛，头发被汗水打湿，粘在额头上，我感觉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被捞起来似的。一旁的婆婆看我的神情有些焦急，她看看我又看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刷手机的公公。婆婆扯了扯公公的袖子，犹豫地开口：“亲爱的，要不让他剖吧？这么下去，我害怕出事。”公公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放下手机。公公骂道：“生孩子不就是和母鸡下蛋一样吗？剖什么剖？浪费钱！”婆婆不敢再说话，连连点头：“好好好，都听你的。”感受着前世同样冰冷的言语，我的思绪也在慢慢苏醒。一旁的婆婆连忙说：“你赶紧求一下你公公吧，把房子过户给他，这样他就准许你剖腹产了。”公公冷哼了一声，不在关键时刻逼这丫头一把，这家真以为是这丫头做主了。不过即便现在知道求我也晚了，公公不依不饶，还要求我现在给他跪下道歉。我嘴角顿时冷笑起来。突然，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，老公匆匆赶来，一把把我扯进了怀里。他指着公公骂道：“你们算什么家长？你们不签字，我来签。”我还在愣神时，老公已经签完了字，把我小心地扶到产床上，送进了手术室。一旁的公公愤怒中正要说话，老公径上去就是一脚：“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”随后，公公更是被老公按在地上，婆婆哭着喊着拦，周围赶来几个护士跟着拉，可老公却和石头一样死死地压着公公。公公哎呦哎呦止不住的惨叫哀嚎。咦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懵了，一直都很孝顺的老公，现在却完全变了一个模样。不过我也顾不上太多了。手术室的门被合上，空气中是消毒水的味道和各种仪器冰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脑袋昏昏沉沉，然后清楚地听到了宝宝嘹亮的哭声。等我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病房里，老公怀里抱着宝宝，看到我醒来，他紧紧地拉住了我至始至终都不曾松开的手。他的眼睛亮闪闪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之前我没保护好你和宝宝，这次怎么也不会了。”前世，婆婆和公公不仅逼着我在过户协议上签了字，更是不同意剖腹产，最终导致我错过最佳时间，最终抢救无效，我和孩子一尸两命。没想到这一世，老公竟然提前来了。出院之后，老公开车载着我和宝宝回家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老公哪里似乎变得不太一样了。一向寡言少语，干什么都兴致缺缺的他，这次突然一直在和我聊天，更多的是在说我和他谈恋爱时的甜蜜回忆。在车上，他再一次对着我说：“小小，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你别害怕。”和那天在医院时一模一样坚定的语气。听到他的话，我愣住了。前一世，他从没说过这样的话。车窗外是不断倒退且斑驳的树影，落日的阳光洒在他侧脸上，映着他的脸一半明一半暗。我疑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垂下眼帘：“没什么。”我不再纠结老公异常的反应，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还等着我。公公婆婆一定还在家里。一想到公公婆婆，我就忍不住皱眉。前世我之所以一尸两命，其实和他们脱不了任何干系。在前世，我和老公结婚之后，婆婆一直住在我们家。在我们结婚的第3个月，我们度完蜜月刚进家门，就发现婆婆瞒着我们和现在的公公领了证。起初公公表现还好，但随后我却发现公公竟然骚扰我，说我喜欢他。不过这事情我说给老公之后，公公就不再骚扰我了。原本我以为事情就这么平静地过下去了，结果没想到在趁着我生产那天，公公故意支开我老公，逼着我签房子的过户合同，如果不签就不送我去医院。再后来就是开头那一幕了，如果不是老公及时出现，恐怕我已经失血过多死了。思绪渐渐回归，我和老公一进家门，我就看见了公公和婆婆两人坐在沙发上。婆婆见到我们回来，上前又是递拖鞋，又是要帮忙拿行李。一见到前世害死我和宝宝的杀人犯，我急火攻心，没忍住冲进了厨房。从厨房出来的时候，我手上多了一把刀。
婆婆和公公有些愣神。这时，老公垂着头问：“你们怎么还没滚？”婆婆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天在医院，我和你爸也是考虑到顺产的宝宝更健康，所以一直没签字。”婆婆又说：“谁知道让你们误会了，现在母子平安，看在妈的份上，就别再跟妈计较了呀。”老公虽然和婆婆没什么感情，但是一直都试图做一个大孝子。前世婆婆只要一摆出“我是你妈”的这句话，老公再不高兴也都会勉强原谅她。而此时，老公居然一句话都没说，婆婆有些尴尬。婆婆打着圆场：“没事没事，进来再说，我刚准备要说点什么。”谁知老公头也没抬，沉声吐出几个字：“从我家滚出去，我不想说第二遍。”婆婆愣在原地，就连我都大吃一惊，这根本不是我老公原本的性格。公公一听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疾步走过来，指着老公骂：“你怎么和你妈说话呢？你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就是这么对她的。”老公冷笑一声：“什么拉扯大？她从小到大管过我吗？有给过我1分钱吗？现在老了想起来，让我这个儿子给她养老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潜意识，老公从未和我说过这些，每次提起都是轻描淡写的略过。他当时说，虽然婆婆不是个称职的妈妈，但是他想做一个称职的儿子。一个从小缺少母爱的人，或许在长大之后看到自己的妈妈，内心也是渴望被爱的吧。婆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垂着头一言不发，显然是被老公的一番话戳到了痛处。老公继续滔滔不绝地论起以前的旧事。原来婆婆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，把男人当作自己的天，离了男人一刻都活不下去。前公公去世后，婆婆就一直致力于在寻找新老头的路上，各种款式的老头她都尝试了一遍，但每次都被骗得人财两空，差点连裤衩子都赔进去。因为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重度恋爱脑，说她渣吧，她好像每一次都是被骗的那一个；可说她专一吧，她每一次恋爱失败后，又能迅速且轰轰烈烈地投入到下一场恋爱中，像脚踩缝纫机，无缝衔接。老公提起婆婆以前相好过的老头，一一列举了一遍。公公听见这些，脸上有些不好看。公公扭头瞪着眼睛看婆婆，松垮的眼皮被撑起，眼底带了些说不清的恨意。婆婆不知所措，拉着公公的袖子，一口一个亲爱的喊，脸上是讨好的笑。公公看了一眼老公，把发黄开线的名牌包包夹在胳肢窝下面，挤开我们就摔门而出。婆婆连鞋都没来得及换，哭着就追了出去。这和我潜意识完全不一样，我本来都准备了一箩筐话，但竟然一句都没用上。两人一走，老公也没闲下来，他翻出一个大编织袋，开始收拾婆婆的东西。与其说是收拾，不如更像是整理垃圾，要准备丢掉一样。我没忍住问老公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住在咱家的老鼠，也是时候该滚蛋了。”我虽然脑袋发懵，却也下意识动手帮忙收拾起来。他说：“乖乖，你回床上躺着去。”在医院我就已经躺了快1个月，他守在我身边，我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的。说不敢动是假的。现在他说什么都不要我帮忙，我就在一旁坐着看他收拾。我没想到，我那看着已经一把年纪的婆婆，居然有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名牌衣服和包包，每一样都价格不菲。她1个月工资连1000块都没有，不是老公买给她的，还能是谁？她每次都劝我们年轻人要多吃些苦，结果好家伙，她自己反而是大手大脚，理所当然的享受。老公拎着整理好的编织袋刚丢到单元楼门口时，正好看到婆婆和公公在楼下吵架。婆婆垂着脑袋，哭哭啼啼地拉着公公的袖子，求着他别走。公公挺着啤酒肚，不耐烦地甩开她的手，婆婆又坚持不懈地缠上去。公公大声说：“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不三不四、不检点的女人，以前在外面有那么多相好的。”婆婆立刻解释说：“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”公公冷笑：“你拿什么保证？”婆婆听到这话，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，伏在公公脚边，连声道歉说：“以后不会了，都是她的错。”我震惊了。老公在一旁面色如常，按照他前世的性格，他早就冲上去把婆婆拽起来了。可是这一次他没有。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，公公只觉得他们在崇拜他，羡慕他居然能调教出来这么顺从的女人。公公挺直了腰杆，挂满肥肉的下巴仰得老高，拿鼻子哼哼：“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了，你把你儿子管教好再来找我。”
公公晃晃悠悠地走了，婆婆吸了吸鼻子，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公公离开的背影。婆婆转头走来，在单元门口看到了一直看戏的我和老公。婆婆一看到编织袋，有些疑惑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好端端怎么收拾起家了？”老公拍了拍衣服上的灰说：“帮你收拾好了东西，你现在回村里住，我以后不想看见你，也不想和你扯上一点关系。”